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为啥要微调大模型。为了提升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的性能，为了模型能匹配自己公司的业务，为了能解决快速定制化模型的需求 ，No， 都不是。80后、90后是时代巨龙碾压下最矛盾的一代人，特别是80后的阵亡率已经达到惊人的 5.4%。我们的身体乃至生命已经完全不属于我们。我们出生的时候读大学包分配，我们长大后房价开始翻倍，也是唯一一代需要单独赡养传统观念父母的独生子女，又要承担现代高成本育儿的宝爸宝妈。我搞这玩意儿仅仅就是为了复现，不管油管上哪些大博主已经出过视频，但我上期外挂完 RAG Flow， 这期我就要搞微调。李飞飞的 S1-32B 模型也是基于预训练的模型进行监督微调而成。他一斯坦福的老奶奶做这有啥意义？再说了，他老人家还用了16块 H100， 我就用一块3070魔改卡，虽然不是完全一回事，但是可以类比。我们不要做老旧过气颓废衰败的末日小镇做题家码农社畜牛马，我们要当屹立于时代潮头，用 AI 赋能打破次元壁的新造的人。好，开始。做了一个我自认为比较有激情的开场，因为我讲这种 PPT 或者理论知识的时候，播放量一般不高，没人看，还是个人的表现力有问题。在这里向大家道个歉，以后呢，我会尽量用一种多元化的方式，或者提高自己的口才以及表现力，把这些晦涩难懂的知识呢讲得有趣一点。今天我们进行微调，主要用到的工具就是 Llama Factory， 标志也是一个羊图啊。为什么叫这名呢？我推断了一下，应该是早期 Llama 2、Llama 3出来的时候，这种开源模型比较震撼。比如说 Ollama 也是 Llama 辈儿的，这个 Llama Factory 呢也是同宗同源。这里的 Llama 我觉得就是指模型的意思，就是模型工厂，它可以按我们的需求来生产模型，也就是微调。我这里讲一下微调与外挂知识库的区别。RAG Flow 呢不能一直的投喂，只适用于我们个人进行学习或者工作。要想更高效的匹配我们自己的业务，也就是商业化应用了，我们需要微调模型。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我今天早晨接到的一个电话。你好，最近的行情呢反复震荡，那为了帮您踏准热点节奏，我们公司呢新研发了一套 AI 量化抓主声浪的系统，想邀请您这边呢参与内测，免费获得我们通过 AI 选出来的短线龙头股票池。你们的选股策略是什么？如果您想每天都免费接收到短线好股的信息呢，只要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你们选出来的股票组合夏普比率是多少？你们回测过吗？如果您有其他投资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股票笔记，咱们的投研助理呢会给您详细讲解的。是哪个大模型选出来的股票？你们自研的吗？这边呢带您领取激活一下哈，您可以先打开手机免提，不要挂机哈。好的，然后呢返回手机桌面，找到微信。我们不管对方是不是个骗子，但是他跟我对话用到的语音助手出现了很明显的所问非所答，没有匹配到自身的一个业务，没有根据客户的问题进行智能的问答，也就是将几段录音提前准备好，不管客户怎么说，他的答案是统一的。其实他背后的这个语言机器人如果能接驳大模型的话，那么就会更加智能，对我的提问也能进行针对性的回答。我相信未来业务公司都会匹配一个大模型，让自身的业务更加的精细化，而且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就会让业务有质的飞跃。最近不是移动和联通也都接入了 DeepSeek 大模型，我觉得它最先应用的就是智能客服，能大面积的替代人工，节省人力成本，并且中国的领导是非常热衷于采购的，因为采购能带来个人利益，所以用采购代替管理是近期都能看得见的一个趋势。那为了匹配自身的业务需求，就需要对大模型进行微调。今天我们用到的工具就是 Llama Factory。这个 Llama Factory 号称是可以用零代码命令行对模型进行微调，与最近比较热门的 SLOS 也是一个大模型微调的工具相比呢，有几个特点。一是 Llama Factory 是一个全 UI 化的微调工具，用行效率也比较高，当然没有像 SLOS 那样对显存进行极致的优化。第二， Llama Factory 是由一群华人进行开发的，它对中文的支持，包括技术文档，包括 UI 界面，
都是非常友好的。第三 ，Llama Factory 支持多卡运行环境，而 SLOS 的公开版本仅支持单卡。CSDN 上有一篇用 Llama Factory 对大模型进行微调讲得很全面的一个帖子，但是我不打算带着大家对这篇帖子进行解读，因为刚才也提到过，理论知识比较枯燥，我们来直接进行演示，遇到需要讲解的内容，我逐一进行说明。首先，我们在 Windows 上部署 Llama Factory， 部署这个程序的前提需要用到两个工具 Git 和 Anaconda 或者 Miniconda。不清楚 Anaconda 如何安装和使用的老板们，看我这期视频的内容。有了这两个软件，我们在需要安装的目录下运行命令行，然后粘贴这条命令，拷贝到命令行运行。我们已将 Llama Factory 的源代码拉取到本地，关闭命令行，进入到 Llama Factory 的文件夹，再输入 cmd， 运行这条命令，创建一个虚拟环境。Python 的版本选择 3.1 以上。选择 Y。刚才网络有点小问题，一直不能创建虚拟环境，好不容易现在创建好了，我们来激活虚拟环境，复制这条命令。看到前缀有 Llama Factory， 说明我们的虚拟环境已经激活成功。激活虚拟环境之后，这里有一点跟说明不一样，我们要安装 PyTorch。安装好 PyTorch 之后，根据它的 README， 我们再复制这条命令，安装 Llama Factory。同时，根据其说明文件，在 Windows 上安装还需要运行这条命令。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复制这条命令来校验是否安装成功。如果出现这个框呢，说明我们的 Llama Factory 已经成功安装到本机。接下来我们将正式进入微调的环节。在打开 UI 界面之前，这里又有一个小 tabs 需要插入。如果要在 Windows 平台上开启 FlashTension 2， 请到 GitHub 页面中自行编译与安装。FlashTension 2呢，能优化和加速 Transformer 模型的运行效率和速度。好，现在我们来打开 UI， 我们跳过数据准备，使用命令行打开 UI。Llama Factory 的 UI 呢，也是由 Gradio 来驱动的，和其他的 AI 项目一样，我们可以复制这行代码直接启动 UI， 也可以加几行代码对启动参数进行进一步的约束。我这儿给它加了3个参数，第一行是指定机器的显卡，我的电脑上没有集成显卡，只有一块显卡。编号为0。第二行代码是可以将 Llama Factory 从本机上分享出去，使其他人可以在线使用。第三行配置了启动的端口，我们运行命令，来到 Llama Factory 的界面，首先将语言选择为中文，第一次进入是英文的，有非常多的选项。上面的选项呢，因为是汉字比较好理解，最重要的是下面4个选项：训练、评估、对话、合成。也就是导出。训练顾名思义就是微调我们的模型。需要说明的是 Llama Factory 有一个预览命令的功能，如果加载到模型，点击预览命令，就会看到命令行命令执行的情况，就像 Windows 一样，既做了界面化的处理，又保留了命令行
评估就是对我们训练完成的模型进行考试测评。Chat 按钮在加载模型之后，可以像 Ollama 一样和模型进行对话。导出就是将我们已经训练好的 Rolla 模型和之前的模型进行缝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模型。今天我们使用千问 2.5 1.5B Instruct 模型进行训练。如果大家的显卡比较好，或者有多卡的服务器电脑，可以将这个模型选择的大一点，我这里仅做演示，不然再加上数据集，训练的时间会很长。模型路径这里，现在我们看到的模型是在它跟 Face 上的在线的模型路径。我们需要将模型下载到本地，模型在线上会经常出现断点，尤其我的网络也不太好。下载到本地之后，要重新配置模型的路径。我们来打开它的 README 文件，下载模型，选择此链接，打开，点击向右箭头，选择通义 2.5。这个千问 2.5 1.5B Instruction 就是我们需要下载的模型。打开文件储存页面，在 GitHub 上下载模型有好多种方法，我最喜欢用的呢就是用 IDM 直接下载，因为它可以多线程，断点续传，也比较直观。虽然手动下载比较麻烦，得一个一个来，但其实效率是最高的。我们在 Llama Factory 文件夹内新建文件夹 Models， 将模型下载到此处。模型下载完之后，手动校验一下就可以了。我们需要将路径复制出来，拷贝到这个框内。加载一下模型，我们测试一下，看看它是否能聊天。你看，说明我们的模型加载成功了，它有反馈。接下来我们看各个选项。微调方法，像我们的4090显卡、5090显卡，可以选择这个 Full。我的显卡我就选择 Rolla 挂载模式。这个站点路径暂时不用管它。量化等级可以选择4bit 和8bit 两种量化等级，通常我们这里选择 None。量化方法这里没有打对勾的两种，适用于早期的模型，我们这里也不去修改。对话模板是根据你的模型走的，只要你修改模型，那么对话模板也会跟着变。剩下的差值方法和加速方法保持默认就可以了。接着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这个数据集。我们用 VS Code 给它打开，打开 Llama Factory 的文件夹，下面有一个 Data 的文件夹，这里面都是数据集。它里边有一个文件叫 dataset info.json， 这个是一个数据集配置的文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说明，这些数据集都是官方已经给我们配置好的，用于我们测试的数据集。如果我们需要匹配自身的业务的话，需要对数据集进行修改增加。它这边说这个文件包含了所有可用的数据集，如果您希望自定义数据集，请务必在 dataset info.json 这个文件中添加数据集描述，并通过修改数据集名称配置来使用数据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对应关系。这个配置文件中呢，配置了所有的数据集。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在这个文件夹内就可以找到数据集。数据集的格式呢，也是斯坦福非常经典的一问一答式的数据集结构。如果我们需要添加，在这个黄括号下面命名自己的数据集，并且在这个文件夹的目录下添加数据集文件，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如果大家像我这样打开，将数据集和 dataset info.json 这个文件还有说明文件打开到一个栏目下面，对比着看一下就理解啥意思了。我这里选择中文的数据集，仅仅用于测试。我们返回 UI 界面，继续看参数。训练阶段，这个就是监督式的微调，选择这个就可以了。学习率、训练龙数、最大梯度范围和最大样本数，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参数。计算类型，我们可以选择 FP16 和 FP32。截断长度这个参数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2048字节之后呢，这个数据集就不被读取到了。但是我们刚才看了一眼我们的数据集都比较短，是吧？所以根本都用不了2048，选择1024就可以，已经很保险了。那有的老板就会说了，如果这个长度设置太短的话，就会缺失训练，但是设置太长的话，又会对我们机器的资源呢形成一个占用，所以需要在数据集以及资源占用两方面做一个取舍以及平衡。批处理大小和梯度累积也是关乎性能的两个参数。如果我们的显卡性能强劲的话，可以将这两个同步增大，那差一点就保持默认。我这里只有16G 的显存，3070魔改嘛，就先保持默认。训练轮数我也改到2，这样更快一点。其他参数设置也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点，部分参数微调设置暂时我们也保持默认。需要关注的呢是 LoRa 参数设置这个框，LoRa 的质和 LoRa 的缩放系数这两个参数是可以关系到我们训练效果的两个比较重要的数值。LoRa 的质通常选择8或者16，LoRa 的缩放系数16的话会有点小，增加的话一般是按照16的倍数，16、32、64。我为了训练更快速，我就选择一个32吧，16真的是太小了。设置 LoRa 参数之后，其他的参数，因为我们本次训练只用到 LoRa 训练的方法，我们不予关注。这样我们的参数就基本设置好了。预热步数这里我给它调大一点点，梯度累积再调小一点，不然会训练很久。全部设置完成之后，我们点预览命令，这就是一个经典的训练模型的命令行。兴趣特别浓厚的老板可以逐行解读，我这里就点击开始训练。我们在后台也能看到训练的进度，橙色的这条线走完之后，训练就结束了。好，训练完成之后，我们将命令行放到下边，根据数据集，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模型，获取最新新闻文章，输一个试试看。这个不好观察，稍等。这个数据集很难测试微调的效果，因为它没有通用的这种植入的问答。我们来让它讲一个笑话吧。好的，我为您带来一个随机笑话。对不对？对不对？这个笑话好冷，我没有理解到有什么笑点。但是总之，我们的模型是训练完成了的。最后将这个模型导出，设定一个导出的目录，将这个路径复制到导出目录栏中，即开始导出。先入检查点路径即可开始导出模型。咦，这个错误啊！稍等，正在进行导出，导出完成。这里提示成功，导出设备不能选择 Auto， 只能选择 CPU。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
下次会注意。我们看，这就是我们的模型，我们可以将这个微调过后的模型呢起一个名字，上传到 Hugging Face 上。好，今天的内容就全部讲完了，谢谢各位老板的耐心观看，再见。